家好，又是 Eder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rank。我升隔壁这辆 Ford Fiesta 1.6S， 上个影片我已经介绍过了 ，Part 2的影片就会把它给冲上云霄了哈。我来到这边呢，我就遇到了 Luffy Malaysia， 虽然这个影片没有赞助我啦啊，但是你懂的。因为这辆车是没有水温表的，我突然讲到，他们就直接临时放在这边，我就可以安心一点上山了啦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到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上山 ，Let's go。这辆车是没有 remake 过什么的，只是改了一个 01 SSR 550的 adjustable， 调的中等的硬度，保持着16寸 Vega Master 的白色的 rim，195 50R 16寸，后面有一个尾鼓，有 muffler， 会有一点声浪这样子啦。嗨，马洛你好 ，Hello， 有一位直属的朋友林碧勇，这个是林什么勇？直接把它挂到 L 哈，它的 L 我也会 Q 我也介绍，它的 L 呢就好像一个 Sport mode 这样，它直接把那个转速拉到，你看我的油门没有踩得很深哦。OK， 那我先发到第一啊。它这一具是一具1.6公升的4缸自然吸气的引擎啊，它叫做 Sigma 的啊，所以代号在 Wikipedia 找不到。可是它可以产生118匹啊，大概120个 PS 啊，还有152个牛顿米，要在4550转的时候才会爆发出来。然后配搭这 6-speed DCT Drive Clutch 双离合的变速箱。好，不是啊，现在把那个转速拉高，也是一样哦。差不多，像车身真的是不错哦，它的这个chassis啊都很扎实啊。OK， 那我没有驾过207啊，如果真正要比的话，都是要比这207啊，我只驾过208罢了。GTI 也驾过啊，可是我们就要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会比208的 4AT 来的好驾，是因为它的那个变速箱分的比较密一点，讲的是 6-speed 吗？哎，幸好有 Luffy 哦，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灯，我安心一点。可是还没有人看 Oil Tank 嘛，它也装备这个 sensor 嘛。的轮胎，它直接把那个档降到非常的低，有没有？它直接降档，狠降档。还有某个情况，它升档的话会有那种发哨，好像 DSG 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你那个 TPMS 来的 ，Yeah， 什么意思？降风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突然间热还是怎么样？哈哈，你那 Luffy 马来西亚了？你看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它的这个操控的是随心应手啊，小车就是小车的好，灵敏度非常好。它不像我们驾那种大车哦，有时候它再操控再好的话，有时候你就会，你的车头已经摆动了，就是它的尾巴会慢一个0.5秒的拍速，所以这种车就是随心应手，左右没有问题。所以有时候驾山路啊，那种小车特别的爽。
刹车可以哦，可以。屁股有一点少许不听话。我做过这个 Fiesta ST 啊，manual 的，去过1000，它就是用屁股不听话来带路过弯，差不多这样的感觉哦。阳光看不到，它就出现了，吓到我一下，很可爱的。它的 horn 为什么要这样的声音？它的 horn no，吓到我。屁股真的是有点开心 ，happy feeling。它的刹车是可以，可是哦，我觉得可能车身太高了一点，然后加上它的轮胎的摩擦力没有这么好，变成了我的刹车，它的车身会好像有点想要飘的感觉哦，尤其是在屁股那一方面 ，happy feeling。发烧没？它的车身是很稳定，骨架也很稳定，可是就是你会分到屁股，要出一下的哦。可是它的转向很精准。按最右边来看。最右边。对，最左边。左边。上面，哦，按一下，不知道，它都没有漏风啊，还是没有电了，40度 standard， 哇，应该是顶到它怎样？去过最快的时速是多少？这样子？180。180，还可以再下吗？可以。不过我要摆进去路口了，所以我要停了。Fiesta ST 的 top speed 它 claim 是讲249，超过250，1.6 turbo 啊那个。1.6跟这个 BJ208的那个1.6哦，很相似耶，它的动力很像。可是就是因为这辆车是6 speed， 那辆车是4 speed， 所以我来去都是23而已那辆车。可是无可否认，208的那个变速箱跟它的引擎的这个配搭的很棒哎。Signal bro，Signal，Where's your signal？ 没有 signal 我不给你进来啊！我是怪懒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怪懒的。只有一个礼貌啊。L， 所以它进一档的时候会有一个嗡的一个声音啊，好像那个 ref match 啊。这辆车有多 VVTi 的意思，进气有。VVTi 出气也是有 VVTi， 哇，今天阳光这是不是开玩笑的？很晒哦。其实这个刹车真的是很棒。某个情况觉得车太高了，有一点不太稳。我也没
没有放很平，因为还有我家那边 parking 哦，它下了斜坡，然后它有一个 bump， 对了，直接连住那个 bump， 所以会很慢，要很慢很小心过，如果跳很低。这样子的 A 1 23度啊，这么冷没外面？有一点冷。啊，这种左右摆动的时候啊，不是问题。这个方向盘呢握起来很舒服，它比我家208的来的更舒服。208的 steering 太小力了，然后它的握感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，比较有人体工学一点嘛，因为它有这种幅度切线，让我的大拇指可以放着很舒服。它的这个 DCT 换挡就不能 expect 像它这样 Golf 这样。刚刚 ESC 做工了一下，96度的 water depth 97，还好。哦，拉高转。我一慢下来，它的 water depth 就上来了，所以不能慢了。要22度index啊。应该不会扣到的，44度，它的 PSI 就上了1度。哇，它很梗降档，这个 L 好像一个很极致的一个 Sport Plus 啊，没有不是 Sport Plus， 是 Plus R 了啊，这种真的。他把那个档降到，哇靠！看1档了，应该是，喂，1档哦，哇，没有力，以前的 Exora 1.6 NA 没有力，很辛苦的要上山。你看我一慢下来，那个我灯直接上到105哎，我不可以慢点的，哇！它推头很少，因为 engine 不会很重哎，可是就它操控真的是很棒啊！我近期都是在驾着 Estima Exora 那种 MPV 上山哦，我已经好像最近有一阵子没有享受到这种小车乐趣哦，操控好的乐趣哦。讲你讲这个1.6公升很有力吗？其实不会啦，它就是够用我们现在这种3个人上山，然后这种速度带稍微快一点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你要买有力的 Fiesta 就真的是 ST 了 ，Turbo 手牙，那个车啊很保值，我到现在都花90千。这辆车其实还有一个手排版本的1.4。如果是想要加美诺的，又有便宜的，16千到20千里面找得到啊。那个比较多人要，因为就是很多人怕换 DCT 的这个maintenance啊。外面真的有这样冷哦，19度哎。meter上面讲19度哎，我靠！感觉到上到差不多到这边的时候嘞，车的动力有一点衰退了，可能是它的变速箱过热了啦，我觉得。可是基本上 OK 啦，现在还可以。它的换压有点懒散了。
的降档会有那种回油啊，很顺。哇，你换两个马弗还听得到那种发烧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像它这么极致，我放在低。哦，它没有降压了。它就没有拉到这么高转了哈。如果放这个把灯按下去是什么呢？那种上坡下坡才用的。你没有放在 L 就还好了，没有拉到这样高转，可是就缺乏了那种激情哦。刚刚那个 L 就是哇，我每过一个弯它就给我降档降到很低了。真的，这辆车操控的是很棒。我觉得没有试过 Fiesta 的人应该来试一下。而我觉得它的整个骨架、这个切系啊，都会比208来的扎实一点。这是我感觉到的。可是如果你讲操控的话，两者差不多，真的。只是这辆车 Fiesta 的屁股会比较稍微没有这样听话，比较爱玩一点。这辆车才上了2次云顶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这辆车的操控真的是很棒，很棒。在这么多小车里面啊，当然你不要拿马来西亚 MyV 来比啊，你驾了日系车之后，你再驾这种欧系车哦，它的切系真的是很棒，一个字定啊，车身都比较扎实，它不会这么容易去扭曲。SSR 550的帮助啊，过弯侧倾更加少了，我相信原装已经很棒了，是不是？原装很棒。这种欧系车的话，悬挂的设置不会比日系车来的软，动力来讲1.6公升够用的，方向盘的这个力道刚刚好，它是电子辅助的方向盘呢，在低速的时候呢会比较轻一点，在高速的时候呢它会比较重，而且力道真的是非常刚刚好。你问我208比较好开还是这辆比较好开？当然是这辆啊，没有差太远，只是因为这辆车刚好配上了一个 6-speed DCT， 爽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来我们的 Rally Car 来到这了，那个 water dam 下得很快，真的。N 拉 handbrake，OK， 可以了。其实这个见仁见智啦，各有各的玩法。直接放 P 再拉 handbrake 也可以。非常感谢马洛，还有林小勇，真的很像哎。Ford Fiesta 华语叫做嘉年华，果然是外国的 MyV。因为很多新手啊，一出来社会啊，都是买的第一辆车，大概不到2万欧元吧。如果你今天的预算大概2万块左右，你想买到一个操控性很好、驾驶乐趣非常棒的话，又没有经常载人的话，这辆车的确是一个非常佳的选择。前面的椅子包覆性非常的棒，椅垫的长度也是非常的棒，只是缺点后面载人的话就比较辛苦一点啦。这辆车单身还 OK， 如果你偶尔要去 IKEA 买东西也不成问题，椅背就是可以做6式倾倒。但是如果你二手买回来，你一定要预备一个可能1万块，修好了之后呢，你驾不起来都是很好驾，就是已经是值得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。